Hello，你好，欢迎您来到我们正念教养一周一练习这个系列的第一集。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啊，我们会陪着你，每个礼拜就学一个小小的练习，看看怎么样可以在每天你知道的有时候很混乱的育儿生活里，为自己也为孩子找到那么一点点喘息的空间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咯。我们先来聊一个场景，你听听看是不是觉得超熟悉的啊？就是你可能一大早起床，对着镜子跟自己说，好，我今天一定要当个温柔的妈妈或爸爸，绝对不要生气。结果呢，可能连早餐都还没吃完，你就觉得自己那个理智线已经快要断掉了，对不对？这种感觉真的就是头脑跟不上身体。你的理智上其实什么都懂，看过很多书、很多文章，都知道该怎么做才对。但是那个情绪一上来，身体的反应就是比大脑快，那股火气咻一下就冲上来了。如果你常常有这种我知道，但我就是做不到啊的挫败感，真的，你不是一个人，这可以说是所有爸爸妈妈的日常。所以我们这礼拜的第一个重点，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先来把那个标准放低一点点。我们先不要去想什么完美的情绪控管，光想就觉得压力好大，对吧？我们第一步很简单，就只是练习看看，在那个混乱的风暴里面，怎么样可以先找到一个点，让自己可以站稳，不要被吹走。你可以这样想象这个礼拜啊，我们不是要你马上盖出一栋完美的房子，不用，我们只是要在心里先种下一颗小小的叫做觉察的种子。那你要做什么呢？很简单，你唯一要做的事就是每天记得帮它浇一点点水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要用什么来浇水？这颗种子需要什么样的养分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滋养这颗觉察种子所需要的6种核心养分，我们也可以叫它6大核心基础。好，这6个基础就是觉察、慢下来、好奇心、先理解、情绪是讯号，还有最后一个教养是一场练习。我知道这些词听起来好像有点严肃，但你先别担心，它们其实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可以拿来用的小工具。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来看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好，第一个觉察，这个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练习当一个旁观者，就只是看见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。比方说，你看见孩子正在大哭大闹，同时你也看见自己心里那股烦躁的火苗。最重要的关键是，就只是看见，先不要急着去下判断，不要马上贴标签说他怎么这么坏，或者是我真是个烂妈妈。先停，就只是看。可是你可能会问，情绪都冲上来了，要怎么只是看见啊？这就要靠我们的第二个工具了，叫做慢下来。意思就是在孩子做了某件让你理智线快短掉的事，到你做出反应，比方说大吼，在这中间刻意的创造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暂停。这个暂停啊，真的可能连1秒钟都不到。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短短的1秒钟它就像一个刹车，一个缓冲，光是这1秒就足以改变你接下来脱口而出的语气。它能让你从那个被情绪绑架的自动驾驶模式中抢回方向盘，就是这1秒，让你从我没办法，我只能大吼，变成了我好像可以选择不要吼，这个选择权就回来了。好，当你帮自己争取到那1秒的空间之后，就有机会拿出第3个神奇的工具了，那就是好奇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你脑袋里那个很习惯、很自动的声音，比方说你又来了，你一定是故意的，试着把它换成一个问句，一个真正关心的问题，像是你还好吗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？这个转变真的非常非常重要。你想想看当孩子感觉到的是你的关心，而不是指责的时候，他们心里那道防卫的墙自然就会慢慢降下来。你的好奇心就像一把钥匙，可以打开他们的心门，让你真的有机会去看到原来他这个行为背后真正的原因是这个。再来第4个基础，先理解再纠正。这一点真的超级重要，我们常常会很急着想要去教孩子，去纠正他们的行为。可是你想想，如果孩子心里觉得
你根本不懂我，你不知道我有多难过。那不管你讲再多大道理，他是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的。而且这里要强调一下，理解不代表你同意他的行为，更不是纵容哦。所谓的理解，只是单纯的去承认，你现在的情绪是真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只要说一句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因为你很想要那个玩具。当孩子感觉到，哇，我的感觉被爸爸妈妈看见了，被接住了，他们才有机会冷静下来听你说话。所以你看，理解才是那把能打开孩子合作意愿的钥匙。好，第5个基础是把情绪当成讯号来看。我们通常看到孩子大哭大闹，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一个问题，我必须赶快解决它，让哭声停止。但如果我们试着换一个眼镜来看，把这个情绪当成是孩子内心发出来的一封讯息，或者是一个求救信号，那整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那这封信里面写了什么呢？他可能在说，妈妈，我肚子好饿，我好累哦。也可能在说，我今天在学校被同学笑，压力好大。或者是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太难了，我需要你帮忙。当我们开始去解读这些讯息，我们处理的就是背后真正的原因，而不是只是在压住表面的那个哭声而已。好，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能给我们力量的一个基础，就是把教养当成一场练习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为什么常常觉得很挫败，就是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把教养当成一场考试，好像只有及格跟不及格2种结果。所以只要今天不小心对孩子发了脾气，我们就觉得我又考不及格了，我失败了。但事实上，教养它更像是一场马拉松，不是100公尺短跑。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完美，而是持续练习。今天你比昨天多忍耐了1秒钟才爆炸，那就是天大的进步了。今天就算你又失控了，但事后你愿意对自己温柔一点，跟自己说没关系，我们明天再来过，这就是成长。好，了解了这6个滋养我们觉察种子的核心技术之后，那到底要怎么浇水呢？来，我们来看看这一周的练习。这个练习超级简单，我们叫它每日微练习。你可以把这个想象成一份每日觉察菜单。注意哦，你不用每天全部都做到，拜托，那样压力就太大了。你只要每天可能睡前或任何你有空的时候，从里面挑一个你最有感觉的问题，花个2分钟、5分钟，静静地问一下自己，在心里想一想答案就好。最后，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。练习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要你一次就做对，要你完美。真正的重点是，当你发现自己又被老习惯拉着走，又不小心发脾气了之后，你愿不愿意重新开始？每一次你心里那个好没关系，我再来一次的念头，本身就是一次最温柔也最强大的练习。在我们结束之前，我想留一个问题给你带回去想一想，在接下来这个礼拜，有没有哪一个你几乎可以预料到的混乱时刻？比方说，每天早上赶着出门的时候，或是晚上催孩子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在那个时刻为自己就刻意的练习多停顿那1秒钟？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。